林一愣是将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逼成了禽兽。过程很简单，就是顺从的听了他的话出国，5年后一声不吭的回来了。一踏入故土，就被他绑上了床，从里带外吃了个通透，行径暴虐。第2天他直接进了医院。医生的诊断书上写着肩膀、腿、臂上有着密密麻麻的青紫，手腕处有明显青紫的勒痕，医生怀疑他被人侵犯了。他只是含着被咬伤的唇说，就当是被狗咬了。林一想这样就算了，可顾其东哪会这么轻易放过他，拽着他进了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红红的结婚证。精彩片段1：顾其东，离婚吧。林一将一纸离婚协议书放在顾其东的面前，同时将他跟一个女子的床上合照递上。顾其东唇角微微扬起，似笑非笑，林一，这都是你设计好的。我掏空了心，都留不住你的心。我会用这一残破的躯壳留着你，任你处置。离婚，你休想！下一刻，他将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书狠狠地撕裂，重重地甩向空中，碎纸片在空中飞舞。精彩片段2：我们这算不算偷情？女人瞧着身上满头大汗的男人，喘着气道：他们已经离婚很久了，而且据说他已经有了未婚妻。我们算偷欢？男人卖力的移动，惹得女人娇喘连连。这是一场婚后偷欢。离婚这种事，顾其东怎么可能让它发生？他不过是让他误以为他们离婚了而已，否则他们也不会夜夜偷欢。精彩片段3：超市门口，顾爱一抱着可爱的喜羊羊玩偶，抬着头，嘟着小嘴，眼馋地望着爸爸手里的大号灰太狼玩偶。顾其东伸手摸摸女儿的头，乖，这是给妈妈。顾爱一瘪了瘪嘴，妈妈才不喜欢灰太狼呢。那妈妈喜欢什么？他记得前些天，他的女人一直喊着好爱灰太狼啊。妈妈喜欢爸爸。难道他要把自己打上蝴蝶结送给老婆？卷3：娱乐圈，戏中戏，娱乐圈潜规则什么的都是浮云， JQ 才是王道。歌乐在一天的面前就知道一个字装，装得他心痒痒，将他捧上天。两人交战，上摸下摸，暧昧常在， JQ 不断。歌乐算准了一天可以让他大红大紫，却没有算准自己的心。他三观不正，毫无下限，他出卖自己往上爬不过是将徐璐璐狠狠地踩在脚底下。站在顶端之后，他才发现他还是败给了徐璐璐。徐璐璐输了天下，却依旧有一个男人站在他身旁为他遮风挡雨，而这个男人是他想要却不得的。片段1：打算去卖。要卖当然要卖个好价钱，选个好买家。女人妖娆的一笑，男人一把搂过她，要卖只能卖给我。爷，打算出多少钱？女人暧昧的用鼻子去蹭男人的脸庞，温热的气息扑在他的脸上。先验货，后付款。随后，男人便将女人扔在沙发上，俯身上去。片段2：歌乐站在边上，冷眼看着被记者围得团团转的徐璐璐，都在追问他关于艳照门的事件。可谁知，一个熟悉的身影冲上前，将徐璐璐抱住，拦着记者，让他拖出险境。歌乐心一冷，他好不容易让徐璐璐身败名裂，为什么他会去帮他？为什么？歌乐，你在闹什么？男人朝着他吼道。歌乐凄凉的笑，为什么我的东西他都要跟我抢？为什么？为什么他还要跟我抢你？人人都认为他在抢徐璐璐的一切，可又有谁知道是徐璐璐抢走了他的一切？歌乐，谁也抢不走我，抢不走的。男人猛力抱住他，低头狠狠地吻住他的唇，让他不再慌乱。标签：腹黑、婚姻、专情、豪门、宝宝、都市。第1章：该死的男人。晴空万里，这天气是真好的，林一的心情可就好不起来。他出差回国，下了飞机，在飞机场的时候，因为人群拥挤，很不幸地崴了脚，高跟鞋的细鞋跟也跟着丧命了。他翻看着手机通讯录内的一个个的人名，纤细的手指停在署名为顾爷上面，犹豫了片刻，还是没有按下去。在欧洲出差的1个月，他没有打电话给他。
可心里还是隐隐的希望他能打一个电话过来，或是一个寥寥数语的短信。可是他没有。林一望天扯着嘴角笑了笑，带着些微微苦涩。最后叫了助理泱泱来接机。泱泱到了之后，林一直接带着他一起去商场上买鞋，他可不想穿着这双断跟的鞋子一路走回去。这是最大的商城，在水一方，是顾氏旗下的产业。林一进了一家装饰的富丽堂皇的品牌鞋店，浏览了一遍摆放着的鞋子，最后随手拿了10公分的红色高跟鞋一双试穿。他其实是不怎么爱穿高跟鞋，他的身高有1.68米，可还是比顾其东矮了20厘米。他穿高跟鞋是为了站在顾其东身旁时，不至于昂头看他，也不怕在吵架的时候没有一点士气。一姐是顾氏集团总经理爷。啊，传说中未来的总经理夫人居然也在！泱泱忽然喊道。林一听到，顿了顿，他居然陪着情人来逛街。未来的总经理夫人是吗？那也得他从这正牌的顾太太的位置上下来才行。穿好鞋子，林一优雅地站起身，淡笑地在镜子面前自我欣赏了一番。泱泱见自家的 boss 没有什么反应，不解地嘟了嘟嘴，乖乖地站在林一身旁不再说话。林一眼神悠悠地瞥视着镜子中的一角，嘴角缓缓地勾起，冷笑。镜子中一个身穿抹胸粉色长裙的女人巧笑地看着她身旁俊朗的男人，男人微微扬起头，无波的眼眸对上镜子中林一一双清冷的眸子，闪过刹那间的诧异，很快便恢复了正常的神态。男人英俊的外表，1.8米的身高，眉黑而密实，鼻梁高挺，极具有美感，眼眸深沉，如一汪深潭不见底。他不是时下流行的花样美男，而是完全铁血般的纯爷们，让林一不愿意去直视他的眸子，因为他盯着他的眼眸总是容易被他迷惑，有时会胡思乱想，敏感地猜测他内心的世界。林一不知道此刻顾其东心里是什么感受，正房太太正巧碰上老公和情人约会，正常的反应一般是一副窘态，迫切地想要带着情人离开，或是急于向太太解释。可是顾其东从容自若。也对，这里有谁知道，顾其东早就在3个月前和他去民政局结婚登记了。夏薇然低低喊了一声，顾少。夏薇然痴痴地看着顾其东，说好你要送我一件宴会礼服，你得好好的给我挑一件。顾其东眉头一蹙，身上这件就不错。夏薇然见顾其东喜欢身上这件粉色礼服，不觉露出一抹羞涩的笑意。林一从镜子中看着这看似恩爱的两人，竟不自觉地笑了出来，转身从手边的衣架上随手拿起一件红色的礼服，递给一旁的助理泱泱。泱泱虽然平时大大咧咧，不懂得看人脸色，可在林一身边待久了，也多多少少清楚自己老板的想法，便拾起衣服，走向粉裙女子的面前，夏助理，这红色长裙更有显露出您的好身材，更适合你。说完，双手抬起，将长裙奉上。夏薇然抬眸见到林一的一瞬间，脸上的表情特别的精彩。但毕竟在顾其东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也学会了该有的淡然，他很快就大方地露出一个笑，随即瞥了一眼泱泱手上的红色长裙，抬头看向林一，林小姐，觉得红色适合我？林一笑而不语，红寓意着热情，很能体现夏薇然对顾其东的一片心，热情似火，欲化冰。林一认为红色更适合，喜欢就试试。顾其东淡淡得道。本来犹豫的夏薇然见顾其东说试试，便接过礼服，好，你等我。随即淡笑着走进了换衣室。他发现顾其东至始至终都没有瞧上林一一眼，嘴角忍不住勾起。夏薇然待在顾其东身边5年，从来没有见过顾其东身边有一个特定的女人。而这个林一是3个月前刚从国外回来的，他见过几面，都是在一些隆重的商业聚会上。林一时时刻刻都给人一种优雅大方的感觉，而每次陪在他身边的男人都是商界新起之秀陆浩秋。夏薇然虽然不知道林一到底和顾其东有着怎样的关系，
可是他知道的是，这个女人在顾其东心里是特别的。夏薇然深爱着顾其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他，因为想要更加的了解他。就是因为这一点，宴会上，他总是发现顾其东坐在角落，手中会点上一支烟，透过缭绕的烟雾，他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林一，意味不明。夏薇然想，这个女人或许会成为她晋升为顾太太的绊脚石。夏薇然进了换衣室，就留着林一和顾其东面对着面。林一扯着唇角，似笑非笑，而顾其东面无表情，气氛有些沉默。忽的林一抬起手到顾其东的肩上，帮他整理了一番西装领子，抬眸对上他黝黑的眸子，顾爷还真是会坐享其人之福。说着，他的纤细雪白的手搭在他的胸膛上，轻拍了下。这是个人面兽心的男人，在外面总是给人谦谦君子、温文尔雅的假象，但林一觉得禽兽这2个字或许更适合他。林一心中苦涩，5年前的顾其东确实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王子，只是现在的他变了，是他害的吗？或许。淡淡的闻到男人身上一股不属于他的香气，林一皱了皱鼻，想要收手离开。顾其东倏地一把抓住他的手，轻轻一拉，他穿着10公分的高跟鞋，被他这么一拉，身子不稳，向他倾斜过去。他顺势搂住他的柔软的腰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他独有的气息。他逼近他的耳边，压抑的声音从他的喉咙处发出，不是说出差1个星期吗？怎么1个月之后才回来？顾其东的话语是咬着牙说出来的。题外话，新年新闻，亲们请多多支持，喜欢收藏一个呗。第2章，这样有意思吗？这个女人明明跟他说出差1个星期，却足足走了1个月，还是跟着一个对他窥忌许久、交情颇深的男人，这让顾其东非常不能容忍。还有让他不能容忍的是，这个女人居然没有在他回国后给他打个电话，哪怕是一个短信。若不是今天在这里看到他，他还以为他要在国外常住了呢。林一抬起另一只手按在他的胸膛上，一个用力从他的怀抱里脱离出来，想要开口，可见夏薇然从换衣室里穿好衣服出来，他抿了抿唇，不语。夏薇然面带微笑，抬步走到顾其东面前，顾少，你觉得这件合适吗？很美。林一手指上还残留着顾其东身上的热气，不禁握紧了手，笑道，顾总经理怕说的不是衣服美，而是人美吧？话一说完，林一心中嗤笑，他这是做什么？竟然说出这酸溜溜的话来。气恼自己也不想久待，不等夏薇然什么反应，转身离去。出来的时候，天灰蒙蒙的，乌云驱赶着白云。林一抬头瞧了眼变得飞快的天，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没有熟悉的身影。原先上扬的唇角垮了下来，无以名状的酸楚开始在他心底蔓延。男人的心是不是也如这天气一样，说变就变？顾其东早就不再是5年前会紧张他、呵护他、疼爱他的男人，他怎么还会傻傻的期望顾其东会追上来？林一，你真是可笑。夏薇然是他不在的5年期间陪伴着顾其东的女人，一个比他年轻、比他温柔细心的女人。而他林一是顾其东恨着的女人。人人都以为G氏商业大鳄顾氏集团总经理顾其东的未来老婆会是陪伴他多年的精致女子夏薇然。可谁知顾其东早就是有妇之夫，顾其东会带着他去登记结婚，他自己都觉得很意外。一姐，泱泱拿着夏薇然的行李箱从人来人往的商场里挤了出来。刚才林一头也不回的走了，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泱泱忙替林一付了鞋子的钱，拿着行李往外跑。走吧。林一闭了闭眼，抬脚离开。没走几步，原先崴脚的地方隐隐作痛，加上脚上是一双10公分的高跟鞋，那痛意又入骨了几分。粗心大意的泱泱根本就没察觉他家 boss 的脚不舒服，依旧拉着行李往前走。林一忍不住脚上的痛，停住了脚步，对着前面的泱泱喊道：“小泱，把行李给我，你先回去吧。”泱泱一喜，可以和男朋友约会去了。可一想到自己这么不负责任，又有些不好意思的轻声道：“一姐，真的不需要我送了吗？”
林一笑着点点头，接过他手里的大号行李箱，招招手让他去吧。待泱泱走了，林一脸上的笑意没了，蹙起眉头，低头揉了揉自己的脚。转身间，瞧见身后有一辆熟悉的白色玛莎拉蒂，后座的窗户拉下，他呆愣地瞧着坐在车内的男人。车里没有夏薇然，是被他送走了吗？四目相对，僵直着。许久，林一终失败了，忍着疼痛往前走。他痴心妄想，想他会下车来请他上车。他不过是笔直地坐在车内，眼神冷漠地瞧着他，不发一词。他抬手开门，坐入车内。随后，司机徐磊下车，将林一的行李箱放入后备箱。一回到家，顾其东一反常态，动作野蛮地将他压在门后面，对着他的唇畔又是咬又是啃，掐着他腰肢的手也格外的用力，怕是都出淤青了，像是对待仇人一般。不，他本就是他的仇人。顾其东的吻很霸道，不让林一有半分的反抗，死死地抵住他。为什么这么迟回来？他抵着他的额头，双眼紧紧锁住他，沙哑的声音带着胁迫。林一淡笑，抬手捏住顾其东大大的耳垂，揉捏着，对上他深邃不见底的眼睛，回不回来？你在乎吗？顾其东不语，低头猛地咬住他的唇。林一感受到嘴上微微的疼痛，连着血脉，竟是让他的心也微微痛了。他扯着顾其东的耳垂的力道重了几分，可是依旧没有让顾其东放弃折磨他。捏耳朵是他一向来的小嗜好，他们相恋的那段时间，林一总是喜欢趴在顾其东的背上，捏着他的耳朵左右摇晃，而顾其东也纵容着他玩闹。那样的日子已经不可能回来了，现在他只是想要捏住他的痛点，让他放开他。顾其东却不管耳朵的红肿，撕咬着他的唇。林一气不过，干脆抬手勾住他的脖子，顺从地回应着他，啃咬着他，要痛就一起痛。过了这么多年，他早已经是吻技高手。在那个青葱的年代，他虽没有那么多的技术，但总爱时不时地吻住他，缠绵一番。当时他觉得，即使身处在冰寒的坏境中，心也是热的。此刻虽唇齿缠绵，让他意乱情迷，心也怎样也暖不起来。顾其东却是越发的狠，丝毫不懂得怜香惜玉，霸道狠厉的气息侵占着他所有的呼吸。突然，他胳膊一弯，就把他打横抱了上楼。顾其东，你觉得我们这样有意思吗？林一顺从地依偎在他怀里，抬眸淡淡地问。顾其东脚步一滞，才3个月你就觉得没意思了，那么往后的3年、30年、60年呢？顾其东将他甩在床上，笑看着林一惊错地躺在床上。他慢慢地解开衬衣的扣子，西装外套早在他们纠缠的时候褪去，脱去衬衣，解开腰带，有条不紊的举动让林一的心更加的慌乱。不是怕顾其东接下来的动作，而是单单顾其东这个人。5年的分离，5年后，在他回国的第1天，顾其东就仿佛从天而降，来到他租住的房子里。他不顾他的反抗挣扎，将他带到民政局办理的结婚登记。5年了，他们没有见面5年了，再次相遇，他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形。林一明明抗拒的要死，心里却有着小小的喜悦。他知道那不应该，他应该甩开顾其东逃离，不能嫁给他。在他身边，他会痛苦，可是他还是不愿意远离他，因为离开他会让他更难受。题外话，求收藏。第3章，结婚戒指不见了。他们登记结婚了，在他们登记的那天，顾其东将他带到现在的别墅里，当晚他就狠狠地将他压在床上蹂躏。他那天动作很粗鲁，根本就不把她当做一个女人，而是一件任由她发泄的东西。事后的第2天，他就进了医院。医生的诊断书上写着右胸的第4根肋骨轻微骨裂、碎骨，肩膀、腿、臂上有着密密麻麻的青紫，手腕处有明显青紫的勒痕。医生还偷偷地问他是不是被性侵犯了，让他勇敢地说真不行，让他报警。林一记得当时他对医生说，就当是被狗咬了。而这句话正好被赶来看他的顾其东听到，顾其东整个脸都黑了，
他能感觉到顾其东强烈地压抑着心中的气愤。当时如果医生不在场，顾其东很有可能再次强暴他，直接让他住在医院里了。啊！下巴突然传来疼痛感，林一才从回忆中回过神来，抬眸对上顾其东阴沉的脸。想谁呢？你。林一毫不犹豫地回答。而他的回答让顾其东很满意，因为他听到顾其东的爽朗的低笑声。抬手搭上他的肩膀，想要将他推开，发觉手感很不对，温热细嫩。林一反射性地低头看他的胸膛，位着分毫。视线再往下，他看到了少儿不宜的东西。本来他的反应应该是羞涩的移开头，可是这次他没有任何的动作。看够了没有？顾其东勾起他的下巴，直视他水汪汪的一双大眼，嘴角轻勾。敢做不敢给我看？林一从来不是柔柔弱弱的小女生，她是骨子里很硬的女人。现在她当然不会在顾其东面前表现出害羞的模样。实际林一的心里想着，我是你老婆，你不给我看，你还想给谁看？顾其东低头，他的唇瓣似有若无地碰触着他的唇，慢慢的吻移到他诱人的耳垂处，轻咬着，想看，有的是机会，现在先做。他的手慢慢的下移，褪去他的衣衫。在他被他的吻得神志不清的时候，他占有了他。顾其东抱住已经睡着的林一，抬手将他的额头的发丝捋到耳后，细细地瞧着他安静的面容，手背轻划过他白嫩的脸颊。林一抬手拂开脸上让他不舒服的东西，嘟囔了句讨厌。顾其东猛地抓住他的手，细看着他的手指，黑眸中闪过一丝不悦。这时放在床头柜的手机进来一条短信，顾其东抓过手机看了一眼，他便起身转而走进浴室。在顾其东进入浴室之后，林一便睁开了眼，他抬手看着自己的左手，心猛然一抽，结婚戒指不见了。浴室刷刷的水声戛然而止，听到顾其东从浴室出来，林一忙闭上眼装睡。他不知道顾其东在干什么，直到听到卧室门开启又关上的声音，林一才睁开眼。随后便听到车子发动行驶的声音，林一突地掀开被子往窗外跑去，看着不远处树丛旁消失的车尾，猛然袭上心头的刺痛让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他趁顾其东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便看了顾其东手机里面的短信。其东，你什么时候到？一会就到。夏薇然的一条短信就让刚还和他在床上温存的男人下一刻就能弃他而去。如果说夏薇然在顾其东心里一点地位都没有，林一怕是死都不信。这样想着，便觉得心里酸酸的，心像是被一只手揪着般难受。到底是什么事情让顾其东走了？林一不愿多想。那离开的5年，一个人静静的寂寞。有时候，他常常全身缩在一起，窝在沙发上，不经意地想到顾其东，左胸第2根肋骨下的那一块总是会隐隐的疼，疼得让他想要大喊，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很想要见他，可是却不能够。5年后回国，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永不再见，可突如其来的婚姻又将他们绑在了一起。顾其东就在他的身旁，在他触手能及的地方，但是他仍是经常的想他，想的不过是往日的情怀，那却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想的同时也带着恨，他不知道恨谁，因为不是他们使得他们的爱情变成支离破碎，要怪只能怪命运的捉弄。他不懂顾其东，或是说他一直就没有懂过他，明明带着恨意，却还要和他在一起。他想，恐怕也是因为恨，让他虽然娶了她，却不愿意向外公布他这顾太太的头衔。林一轻轻摩挲着原来戴着戒指的无名指，没有冰冷的触感。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左手，无名指上有着钻戒戴过的痕迹，白白的一圈。结婚钻戒是顾其东在结婚登记1个月后一个早晨放在床头柜上。他看到了，出于好奇，拿起戴在无名指上，谁知道尺寸很合适。那时顾其东正好从浴室出来，看到林一戴上手上的钻戒，不吭一声，只是冷冷地瞧着。林一被他看得毛骨悚然，以为这戒指并不是为他准备的，失落难受的忙急着拿下无名指上的戒指。
可是接着他轻飘飘的一句话，让他停下了所有的动作。他说要戴就戴一辈子，一辈子要戴着的戒指却在1个月后从他的手上不见了。林一猛地转身回房，走到屋子角落他还来不及整理的行李箱前，蹲下身子翻找着，将箱子里的衣服全扔了出来翻看着，可还是没有找到结婚戒指。他干脆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回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摘下了戒指。可是不管他怎么想，他就是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摘下了戒指。灰心意冷的林一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倒在床上，手腕一甩，不小心碰倒了床头柜上的一本杂志。低头看到杂志的封面图片，心轻轻一晃，照片上的男人轻靠在老板椅上，嘴角微微的上扬，似笑非笑。他在外面永远是温文尔雅，十足的绅士风度。第4章，心经。顾家世代经商，最初是在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纺织业加工，慢慢的发展起来。后来因为国内战事连连，顾氏全家族移民去了国外发展。直到改革开放时期，顾其东的爷爷才带着家人回到国内。顾家的企业的重心也渐渐地转入国内，由顾其东的父亲顾振兴管理，主产业为房地产，副产业涉及大大小小不同的领域，其中酒店就是其中一项。顾其东的二叔，也就是顾振兴的弟弟顾振国，无心从商，便走上了从政的道路，现在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某某省省长。5年前，因为一场意外，顾振兴与世长辞，长子顾其东挑起顾氏企业的大梁。起初企业的一些老董事不看好顾其东，都等着看顾其东出糗。谁知竟只有22岁的顾其东带领着公司几个新血液，不但在业内创下了不朽的神话，还慢慢的转型发展高科技产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顾其东甚至还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时代周刊》上的标语是神话般的人物。这样的顾其东岂会是一个温和善良的男人？林一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急急忙忙的一把抓起手机，喂，是林小姐吗？我是。林一还以为是顾其东的电话，原来不是。林小姐，我是私人侦探所的小李，我打电话过来是想告诉你，你拜托我们找的林胜先生，我们一直在尽力寻找，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们想，你是否再能给我们一些其他的信息，方便我们寻找？好，我会整理一些资料，抽空送到你们那去的。要不是他哥3个月前突然失踪，没有一丁点消息，他也不会从国外回来。他回来的一个目的是找林胜，其实他的心里是想要见一见顾其东的，只是他一直不敢承认。林一刚挂下电话，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接通了号码，是好友杜柔的电话。林一，他轻应了声，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情绪和他大聊特聊，他有些累了。但是杜柔却显得心情特别好，传来的声音特别的轻快欢乐。林一，你知道吗？我在浩秋的西装外套里找到一个钻石戒指，你说这是不是他想要送给我的？林一听到杜柔兴奋的声音，情绪被他带动了起来，替他开心。杜柔这个大家闺秀，平日里知书达理，温柔沉稳，喜怒极少显于色。现在一个小小的钻石就能让拥有无数钻石首饰的他开心成这个，足以见得他有多喜欢陆浩秋。当年谁也没有想到，平凡如地上尘土的陆浩秋，居然会娶杜家大小姐杜柔。人人都认为陆浩秋攀附权贵，想要一步登天。杜家嫁女儿，大家都等着看一桩豪华盛世婚礼，最后却失望而归。陆浩秋不办婚礼，不买钻戒，只是请了一众好友吃了顿饭。林一从小认识陆浩秋，知道他身穷志不穷，不愿意占杜家一分一毫的好处。也因为如此，杜柔跟着他吃了不好苦，明明一个可以住 G 市最豪华的别墅的大小姐，却偏偏跟着陆浩秋住贫民窟的房子，别说是吃的了。陆浩秋凭借自己的本事，创立了陆氏连锁酒店，拥有了不少的产业。现在他有能力给杜柔买钻石戒指，对杜柔来说是一种补偿吧。他买的当然是送给你的，喜欢就戴上。戴上之后就永远不要摘下来，别像他一样将结婚戒指弄丢了。
我已经带上了。对了，我等会要和浩秋去参加一个朋友聚会，东子哥也会来，你来吗？杜柔不知道林一和顾其东之间的恩恩怨怨，也不知道他们俩已经结婚啊。只知道他们大学的时候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觉得他们也许还有缘分在一起。林一听到顾其东是去参加聚会，心里那点纠结淡了一些。眼眸触及到杂志上男人手上的戒指时，林一脑子一闪，钻石戒指，猛地叫住杜柔，阿柔，你等等，你说的钻石是什么颜色的？蓝色呀，彩色的钻石非常的稀有。哎，不说了，要出门了，我下次再打给你。杜柔挂断了电话。处于惊愕中的林一想要喊住杜柔，张开嘴刚想要说话，却只听到手机里嘟嘟嘟的声音。他忙回拨过去，却没有人接听。林一确定那枚蓝色钻石戒指就是顾其东给他的结婚戒指。记得几天前跟陆浩秋出差，跟一个合作伙伴谈生意，林一嫌手里的蓝色钻戒太亮眼，就放进衣服口袋。他想，就是这个环节出错了。当时陆浩秋和他并排而坐，他们两个字的外套都搭在椅背上，他可能顺手错把戒指放进了陆浩秋的口袋里。后来因为工作太忙，忙得他忘记了戒指的事情。林一心惊，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杜柔戴上了那个戒指，而且还要去见顾其东。万一顾其东注意到了杜柔手上的戒指，后果林一根本不敢想。顾氏旗下的暗夜夜店，顾其东因为和林一在床上缠绵温存了一番，很不幸的迟到了。暗夜的经理眼尖见大老板来了，忙谄媚的上前，尽说一些好话，接着带着顾其东去了定下的包厢。到了包厢门口，紧接着就替顾其东推开包厢的门，带顾其东进去之后，又随手带上门，笔直地站立在门口守候。包厢里个个可都是不能得罪的主，他得站在门口等待传唤。顾其东一进门就见几人围坐在一起玩牌，夏薇然见顾其东来了，忙笑着起身，你来了，伸手欲挽住他的胳膊，顾其东却不着痕迹地避开了他的亲昵。夏薇然脸色一白，恹恹地收回手里了离耳后的长发。李俊瞧了瞧夏薇然，对着顾其东笑道，东子哥，你可是来晚了，我们都玩了好几局了，没有你根本就是没有了对手，真没有意思。说着甩下手里的牌，哥俩好的搂过顾其东的颈脖，笑呵呵地瞅着他。李俊人如其名，美男子一枚，年纪比顾其东小3岁，从小就跟在顾其东后面当小跟班。顾其东从小打架从来就没有输过，是当时出了名的孩子王。而李俊因为长得貌美如花，总是被同龄人当作女孩子，还经常欺负他。而当时顾其东的存在，让李俊将顾其东当作偶像一般来崇拜，甘愿为顾其东鞍前马后。李俊，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刚才总是输给我，现在说没对手了？郑子浩一下子就揭穿了李俊的瞎话。死耗子，你就不能在东子哥面前给我点面子？李俊有些囧，上前对着郑子浩的胸口捶了一下。郑子浩是顾其东的老同学，也是好兄弟，跟李俊用样是很熟悉了。郑子浩在大学时期读的是医科，现如今开了一家私人医院，同时也是顾其东的私人医生。几人闹得起劲，这时候包厢门从外面被打开，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美丽女子挽着俊伟的男人进了包厢。第5章，你是想毁了他吗？这飘飘然像个小仙女的女子就是杜柔，而她一脸幸福挽着的男子就是顾其东记恨已久的男人，林一的青梅竹马陆浩秋。这个男人长得很不错，五官深刻，就是肤色有些黝黑，但仍然遮掩不住他的威严之气。对不起，我们迟到了。杜柔对着几位鞠躬道歉，颇有点像古时候深闺女子出门羞答答的向公子哥请安的样子。不用道歉了，有一个人比你早不了多久。郑子浩瞥了一眼顾其东，陆浩秋微眯着眼，对上顾其东投来的目光，嘴角稍稍扬起，是我害柔柔迟了。嘿嘿，浩秋姐夫，小别胜新婚，我们都懂得。李俊一副我了解的表情，眼神暧昧不明地瞄着陆浩秋和杜柔。
杜柔脸薄，即使没有这么回事，可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人说起这种闺房之事，脸不禁红了。羞涩、楚楚动人的模样，令人想要抱在怀里，好好疼爱一番。李俊说笑呢，别理会这小子。陆浩秋搂过杜柔的肩膀，让她依偎在他身旁，手忍不住抚摸了一下她绯红的脸。就这一举动，惹得李俊又大惊小怪，动作夸张地遮着自己的脸，大喊：好恩爱呀，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李俊，顾其东警告地喊了一声。顾其东心里冷笑，恩爱，他都是陆浩秋表面的功夫。当年他为什么娶杜柔，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李俊忙闭上嘴，给自己的嘴巴做了一个拉上拉链的动作。顾其东的话，他不敢不听。陆浩秋搂着杜柔的手紧了几分，瞧着顾其东的眸子中闪过一丝不明的情绪。而杜柔没注意陆浩秋微小的变化，东子哥，谢谢，以果汁代酒。见顾其东帮他解围，就倒了桌上的果汁敬顾其东。顾其东拿起高酒杯，刚想要饮酒，眼前闪过一抹亮光，他动作一顿，目光触及到杜柔手上无名指上的戒指，他心猛地一震，抬头看着杜柔。东子哥，怎么了？杜柔有些不明白顾其东为什么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陆浩秋一直看着顾其东，所以他察觉到了顾其东方才眼神的变化。他顺着顾其东刚才看的方向，看到杜柔手里的戒指，黑眸一沉。顾其东伸出手掌，轻声道：杜柔，手里的戒指摘下来给我看看，好吗？顾其东就是这样，明明心里掀起了千层浪，面上还是这么温和，给人一种无害的错觉。杜柔眉头微皱，看了一眼陆浩秋，不明所以的摘下来戒指，放在了顾其东的手上。顾其东转动着戒指，似不经意的把玩。结婚戒指？他明明是问杜柔的，眼眸却盯着陆浩秋。杜柔根本不知道怎么了，只有摇摇头。此刻的气氛有些冷，所有人都静了下来，往这边看过来。陆浩秋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戒指竟然会被杜柔戴在手上。今天他才发现林一的戒指在他的西装口袋里，本来打算等明天去公司之后还给林一。现在顾其东这么在意这枚戒指，加上之前他在戒指的背面看到的字母，心里的某种猜测越来越肯定。顾其东和陆浩秋对视了一眼，将戒指递回杜柔的手上，没有再多说什么。杜柔姐，给我看看，这戒指有什么特别的，居然让东子哥看上了眼。李俊急着想要抢杜柔手里的戒指，可杜柔没有让李俊得逞，而是皱着眉，狐疑地瞧着戒指。李俊见杜柔的表情有些严肃，便不好玩闹，收敛了性子，捧着酒杯，瞪着大眼睛，看看这看看那。杜柔有些不明白地看着手里的蓝色钻戒，幽暗的一束灯光照下来，她凭着这丝光线看到了戒指内圈的字母。瞬间，她全身发冷，止不住的有些颤抖，手心开始冒冷汗。杜柔，陆浩秋观察到她的不对劲，抬手想要搂住她，撞上她忧伤的目光，手僵硬在半空，没有再伸过去。陆浩秋接过杜柔手里的戒指，寻了借口出了包厢去了厕所，带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顾其东依靠在墙壁边，低头抽着烟。这酒吧装潢的富丽堂皇，澄亮的大理石地面将顾其东修长的身影照映得清晰可见。陆浩秋从口袋里掏出钻石戒指，瞧了一眼，递给顾其东。顾其东缓缓地吐出嘴里的烟，眯着眼瞥看着陆浩秋手里的结婚戒指，轻轻一笑，不想说什么。这应该是林一的结婚戒指，而送他戒指的人是你。陆浩秋很意外，林一回来不过才3个月，顾其东竟然已经带他去结婚登记了，而且他还没有拒接。顾其东将手里的烟头扔在光滑的大理石上，抬脚轻轻一捻，亮黄的火光熄灭，成了灰白的烟灰。不该恭喜我们吗？顾其东抬手接过陆浩秋手里的戒指，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把玩。虚伪的话我说不出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娶她。经过5年前的事情，以为他们再无交集，却怎想又在了一起。顾其东扬起唇角，想娶就娶了，何须理由？经过5年的思念，一瞬间的疯狂，想娶她的念头一直都有，
只是在那一刻他行动了。是因为恨，你想毁了他？陆先生，你想太多了。知道他们故事的人都以为他恨他，他都快以为他是恨他的了。可是从来没有过，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陆浩秋一直以来都看不透顾其东，以往顾其东总是给人一种如沐春风、温文尔雅的感觉，他对人总是那么谦和，哪怕是对他的女友林一也同样如此。这让陆浩秋以为他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林一并没有什么特别。后来他才发现他错了，顾其东唯独对林一是不一样的。可是5年过去了，顾其东变得太多，变得没有了以前的一丁点气息。他在商场上一贯冷漠、犀利、雷厉风行，再也没有了温和的气息。题外话，摸打滚爬求收藏，求留言，各种求啊！文固定时间上午9点更新，请大家多多支持。第6章，要带就带一辈子。林一心里藏着事情，根据就睡不着，虽然躺在床上，却一直睁着眼看着头顶的天花板。杜柔误以为钻戒是陆浩秋是买来送给他的，还带着戒指去参加顾其东的聚会。他怕顾其东发现他不见的戒指在杜柔的手里之后大发雷霆，同时他也担心杜柔会因为这件事多想而受到伤害。正在林一胡思乱想的时候，卧室门的门锁转动，他下意识地闭上眼。他也不懂自己为什么在顾其东回来的时候装睡，也许是怕顾其东责问他吧。顾其东打开卧室的灯，在林一的床边坐下，细细地看着他的眉目，看到他眼皮下的眼珠转动，他不由得勾起了唇角。林一僵硬着身子躺在床上，不敢乱动。他心里紧张，因为他不知道顾其东是否发现了戒指的事情，所以心中特别的忐忑。顾其东知道他在装睡，也知道他在紧张。看到他这个样子，他心中不由得冷笑，现在懂得害怕了。他撩起被子的一角，伸手进去，碰到他的手臂的时候，感觉到他身子猛地一抖。林一躺在暖暖的被窝里，顾其东冰凉的手突然伸进来，碰到他温热的手臂，他能不冷吗？他能不抖吗？这可不能怪他。他的手被顾其东抓住手里，他闭着眼睛，感觉到顾其东摩挲着他的无名指，心中的恐慌猛地升了起来。无名指没有结婚戒指，他的心受着煎熬，身子更加的僵硬，仿佛全身上下的血管都在向外冒着冷气。在他要坐起身向顾其东坦白一切的上一刻，他的无名指上被套上了一个冰冷的圈圈。强烈无比的好奇心驱使着林一睁开眼睛，当他睁开眼看到的一幕，是顾其东低头亲吻着他戴着戒指的无名指，莫名的眼眶在这一刻湿了。顾其东抬眸看到的就是林一闪着泪光的双眸，伸手一捞，将他从床上扯起身子，牢牢地禁锢在怀里。没有预期的狂怒，柔和灯光下，顾其东温热的气息喷在林一微凉的脸上。林一看着他平静如水的眼眸，一颗心砰砰地跳得飞快。这样无害看似温柔的顾其东让他莫名的心悸。顾其东想到这个戒指是林一和陆浩秋出差的时候丢的，最后却到了陆浩秋的手里，一想到曾经陆浩秋和林一亲密的关系，他的火就蹭蹭地往上窜。可下一刻，顾其东掐紧了他的腰身，像是要将他揉进自己的身体内。他忽地低头擒住他的唇，咬了一口，发了狠地咬破了他的唇瓣，由不得林一挣扎和反抗，这个吻暴力而狂烈。很快，他放开了他的唇，捏着他精巧的下颚，逼迫他与他对视，右手猛地执起他被戴上戒指的手，说：“是什么理由让你摘下戒指？不是告诉过你，戴上了就给我戴一辈子？”温柔无害的脸瞬间变得凶狠起来，林一下意识地咬住唇，感觉到浓烈的血腥味，心中苦涩。遇强则强的林一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似小女人一样的委屈解释，而是用力挣脱开顾其东的禁锢，退离到床头，摘下手里的戒指，举在顾其东的面前。你不会傻到真的相信，我戴上了就会戴一辈子吗？他狠狠地将戒指扔出窗外，转过头对上顾其东阴冷的脸，笑道：“没有一辈子。”顾其东不怒反笑，想要再次离开我。林一愣住了，离开他？
他完全没有想过，居然选择了顺从他的意思结婚，就没有想要离开。他不想要再次尝试一个人孤独的生活。顾其东看到林一呆愣的模样，以为说中了他心中所想，顿时怒气直线上涨，倏然站起身，转身离开。走到卧室门口时，停住了脚步，头也不回，冷冷地道：“到底还有什么能让你好好珍惜？”说完，甩上门，匆匆的离开。他怕再多留一会，他会控制不住心里的暴力因子，又会无意中伤害到他。那一次暴虐的对待他，害他去医院，他不希望再次发生。逃离是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陆浩秋的公寓内，杜柔走进公寓，轻轻地挣脱开陆浩秋的手，转身面向他，淡笑：“出差一定很累，你早点休息吧。”他精致的脸庞淡然的笑，让陆浩秋心里升起一丝心疼。“那你呢？”他抬手想要扶住他的肩膀，可是他轻轻侧身，轻易地摆脱了他，低着头轻声道：“明天要交的画稿我还没有画好，今晚我想留在画室完成画稿。”“这么晚了？”戒指的事情，陆浩秋没有和他解释，只是让他把戒指给他，之后他就将戒指还给了顾其东。杜柔一向来就是温温吞吞的样子，心里不管藏着什么事都不会说不出，一个人默默承受着。陆浩秋对这样子的杜柔根本就没有一丝办法，想要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事情，陆浩秋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可又不想由着他胡思乱想。从娶她的那一刻起，陆浩秋就对自己说过，即使不爱她，他也一定要好好对待她。杜柔抬头对着陆浩秋扯开一抹笑，只要还没机会可以做到，就一点都不晚。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或人，只要还有机会，就一点都不晚。而且我会支持你，浩秋。陆浩秋心一震，说不出的惊讶，想要说几句话，却怎么也张不开口。他想告诉他，不是有机会就一定能够得到的。杜柔见他不说话，咬了咬牙，转身踱步离开。爱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精神成长而精神投入。爱是一种意志和选择。坠入情网不是爱，父母对孩子的宠溺不是爱，某些忠诚也不是爱，因为这些不是精神成长，可以说是爱的开端。爱的精髓是约束、平衡和放弃。杜柔爱陆浩秋，她全心全意的爱，甚至愿意放弃他，让他去追求他的爱。林一关上灯，拉了拉被子，让自己深陷在宽大的床里。眉峰轻皱，心底的痛楚像是满杯的水慢慢的溢出来。第7章，不心疼他。他问还有什么是值得他珍惜，他殊不知，他最想珍惜的人是他。可经过那样的事情，他岂会愿意？他何其无辜，他什么也没有做，只不过那人是他的亲哥哥，就被他弃之如敝屣。待他想起想要他，就强行将他娶回家。不知道为什么，此刻被子怎么也暖不起来，崴伤的脚此刻又痛得厉害。是不是心中伤痛的时候，身上的痛也会被带动起来？夜凉如水，似他的心。林一慢慢的睡去了，伴着隐隐的痛意。一觉醒来，林一发觉脚红肿的厉害，低吟了一声，艰难地爬下床。出了卧室门，林一扶着墙，犹豫着要不要喊一声管家李婶。这时，隔壁书房的门开了，他抬头望去，顾其东面色疲倦地从里面出来，撞上林一投来的目光，面容一暗，决然地转过脸，往楼梯口走去。林一看着顾其东决然的背影，心头一痛，手心里出了一层薄薄的汗，他握了握拳，逼着自己露出一个淡然的笑容。他对他不会再注视，不会再发觉他的不对劲。若是他对他仍有心，他岂会看不到他苦涩的脸？现在他只能学着自己坚强，因为没有人能让他依靠。林一下了楼，见顾其东已经洗漱好，坐在餐桌前吃早餐。他想自己现在不能走过去坐在他对面，因为他或许并不想看到他自己。连下个楼都磨蹭这么长时间，不想要看到我，就消失在我面前。顾其东阴冷的声音传来，林一眼前顿时升起一层雾气。
可嘴里却说着口是心非的话。如果现在就去把红本子换成绿色的，我就如你所愿消失在你面前。顾其东唇角微微扬起，似有笑容。下一刻，他突然将手里的报纸重重地甩向地面，报纸和大理石地板碰撞，因为他的力而出巨大的回声。林一心惊地退后了几步，却不知怎地，突然一个唐突，身子往后倒去。听到声响从厨房出来的李婶忙扶住林一，担忧地看着他。林小姐，脚上巨大的痛意让林一皱紧了眉头，他紧咬着唇瓣，怕自己喊叫出声，抓紧李婶的手臂，从至于站稳身子。林小姐，你的脚怎么肿了？李婶惊呼，关切地问。林一猛地抬头望向顾其东，紧张地屏住了呼吸。他知道了他的脚崴了，他会不会心疼一下他？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顾其东听到李婶的惊呼声，只是皱了下眉，不发一词，接着撩起桌上的钥匙往别墅外面走去。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别墅里，林一的心像是坠入寒潭里一样冰冷。林小姐，你快到沙发上坐下，我拿点冰块给你敷敷。李婶感觉到林一的伤感，想少爷太绝情了，居然都不关心一下林小姐，就这样独自出去上班了。虽然这位小姐来这里才3个月，可是看得出少爷还是挺在意林小姐的。他会吩咐她烧一些她不常吃的菜，后来才发现那些都是林小姐爱吃的。不用了，李婶你去忙你的吧。林一心上憋了口气，拒绝了李婶的好意。李婶为难地看了一眼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郑子浩赶到别墅的时候，正好见林一有一口没一口的在吃早餐。想到顾其东打电话让他去一下他的别墅，瞧瞧林一的腿伤，明明是关心别人，偏偏是冰冷无情的语气，真搞不懂这个别扭的男人。他坐到林一的面前，敲了敲桌面，见林一抬起头，才缓缓地说道：古时候有种说法，女人的脚只能给丈夫看。林一倒是挺意外，郑子浩一大早会出现在别墅内，还说一些不着边的话。郑子浩是他和顾其东的爱情的见证人，看着他们交往，也看着他们断绝关系。见林一似乎不懂自己的意思，郑子浩也不再磨蹭，站起身，经过桌面到他身旁蹲下，抓起他的脚。你干嘛？啊！他挣扎，痛意让他皱起了眉。郑子浩的力道很大，抓住林一的脚不放手，将他的脚放在他的膝盖上，仔细的看。滋滋，都肿成这样啊，也不去医院看看？不去医院，不也有一个大医生自己送上门来了吗？林一也不再挣扎，试探地问：他叫你来的？郑子浩没有回答他，而是朝着李婶喊道：让他拿一些冰块过来。我还以为你回来了会躲着顾其东，谁知居然这么早就跟他又勾搭在一起了。要不是今天顾其东让他来给林一看脚，他还不知道这两人又在一起了。林一皱着眉看着脚肿的地方，你以为我躲了，顾其东就找不到我了？如果你存心想要离开他，你就能躲得远远的，怕的是你根本就不想离开他。林一一怔，被郑子浩说中了心思，觉得心口酸酸的。对呀，他根本就不想离开顾其东。他经历过了离开他的日子，虽然他没了，他并没有死去，可是心是死的，冰冰冷冷的。他有时候甚至怀疑他的心到底还有没有在跳动。啊！脚上刺骨的寒意伴随着剧烈的疼痛，让林一下意识的想要抽回自己的脚。可是郑子浩抓着他的脚，就是不让他抽回去。如果你明天还想要走路的话，就给我不要动。听了这句话，林一真的不敢动了。他可不想拄着拐杖出门，痛就痛点吧。林一，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国？这个问题郑子浩一直很疑惑，趁着这个机会，他问出了口。当年他们正爱得热火朝天，出了那事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纠结。可在郑子浩看来，那件事根本就不能影响到他们的爱情，因为那完全就不关他们两人什么事。可最终林一却出国了，这一走就是5年，5年啊，人能有多少个5年？林一笑了，脑海中浮现的是5年前在飞机场的场景。
他记得那天阳光特别的灿烂，人们的脸上都带着喜悦的笑容，而当时他脸色惨白，僵硬的身子站在顾其东的面前。题外话，快过年了，是不是都没人看文了？第8章，明明不想伤害，顾其东将一张飞机票和护照塞进他的手里，他含着泪水不愿离开，却还是被他推了进去。当时他恨透了，坐在机舱里的时候，甚至希望飞机出事，他永远都不要再醒来。不打算跟我说吗？他不是多管闲事的人，只不过是对顾其东的事情比较好奇。当年林依依走，本以为顾其东会伤心，像言情小说里的男主一样颓废一段时间。可是他并没有，他一切生活照旧，只是身旁少了一个女人罢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故事乱成一团麻，顾其东即使想要颓废也没有那个时间。当时我不得不走。林一的声音淡淡的，他的面容有些苍白，眼里有着说不清的忧伤。郑子浩见他如此，也不再多问了。今天你最好不要出门了，等脚消肿了再出去。郑子浩替他穿上拖鞋，缓缓地站起身。他安抚地摸摸林一的脑袋，林一，我一直把你当作妹妹一样，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时候记得找我。林一点了点头。郑子浩出了别墅的门，就掏出口袋里的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不等那天开口，他直接说了，东子，你女人的脚肿得厉害，走路都不能走了。郑子浩说了一大堆，结果被顾其东一句知道了，草草了结了。他有种想要当街骂娘的冲动，他故意将林一的病情说得很严重，以为顾其东会很紧张地冲回来看看，谁知道他会是这样的反应。林一昨天刚出差回来，今天是他的休息日，不用去公司上班了。这会儿脚肿得不能多走几步路，他干脆进了书房去上网。他在顾其东的椅子上坐下，开了电脑，转头看见桌上的烟灰缸里满满的都是焦灼的烟头。这些都是昨晚顾其东抽的烟。他怎么一个晚上抽了这么多烟？他是为了他才抽这么多烟的吗？这几个问题盘旋在林一的脑子里。他想象顾其东坐在这里，身子靠在椅背上，一支一支地抽着烟，淡黄的灯光洒在他的身上，白色的烟雾缓缓地升起，看不清他的表情，说不出的伤感和颓废。他记得他们大学热恋时期，有一次他因为大学英语4级没有过，心情特别的不好。明明是他不开心，他的脸色却比他还要难看。他生气地朝他吼，你就不能笑着安慰我一下吗？他一愣，生硬地扯起唇角，强颜欢笑。他看着他这样的笑，更加的气愤，二话不说就转身而走。没走几步，就被他从身后抱住，贴着他的耳边，轻声地说，你的表情影响我的心情。我真的笑不出来。当时他就觉得自己特无理取闹，眼泪划过脸颊，嘴角却是笑着。他也笑了，伸手温柔地抹去他眼角的泪，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哭，知道了吗？他点头，泪还是流了下来，不过这是喜悦的泪水。林一从烟灰缸里捡起一根燃了一半的烟，打火机一按，重燃起烟，递到嘴边含住，重重地吸了一口烟。白色的烟雾盘旋向上，刺鼻呛人的烟味让他咳嗽个不行，他却不舍得放开手中的烟。昨晚他在主卧室别扭，他亦在书房里暗自神伤。就这样，林一呆愣地坐了一天，眼睛一直盯着烟灰缸里面的烟头。顾氏集团顶楼，总经理，我提醒您一下，你今晚在潇湘大酒店约了新月公司的总裁谈项目。夏微然浅笑着。顾其东拿着笔的手一顿，抬起手腕瞧了一眼时间，将时间推到明天下午。与新月公司合作是大项目，而且还有不少竞争对手在争取和新月公司的合作。现在听到顾其东要将与新月公司谈项目的事情往后推，夏微然觉得有些不妥。总经理，据我所知，你今晚没有其他安排了。顾其东眉宇一皱，抬眸瞥了一眼他，去推吧。根本不再跟他多话，直接下放命令。夏微然听顾其东的声音这么冷，憋了憋嘴，也不好再说什么，犹豫了一会，还是出了总经理办公室。
下午5年，顾其东准时下班，一回到别墅，他就四处巡视，没有见到那个一天都让他公司坐立不安的女人。他直接上楼去了主卧室，结果卧室也没有人。满心想要看到他，急匆匆地跑回来，却不见人。顿时一股怒气就上来了，他解开自己的领带扔在床上，松开领口的2颗纽扣，吐了一口气，起身往书房走去。顾其东推开门进去，林一愣愣地抬起头看向他，眼里是一片雾气，激动、害怕、难受、喜悦，各种情绪交错在一起。其东，他鼓足勇气开口，他想要和他好好的聊一聊，不想再这么彼此伤害下去了。谁知顾其东快步上前，一个用力将他从椅子上拉出来，面色阴沉地瞪着他，谁让你动我的电脑了？他冰冷的目光似锋利的剑，狠狠地向他射过来。林一脚步不稳，直直地摔在地上，刚消肿了一些的脚踝又痛了。他抬头对上面容骇人的顾其东，他一下子就懵了，完全不明白他突如其来的怒气。顾其东转头看向电脑桌面，桌面上是输入密码的提示，他一怔，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怕他发现什么，将他从椅子上拉开，却不小心将他推倒在地，而实际他根本什么都没有看到。心乱如麻，想要伸手将他拉起来，想要解释，行动却没有跟上来。第9章，情绪不定。林一手撑着冰冷的地板，缓缓地站直了身子，看着他的脸，你的东西我不能动，不能碰，那你最好连你的身体都不要让我碰。顾其东一下子握紧了手，面无表情地与他对视。脚上的痛意让林一的眉头就皱成了一团，他甚至有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可就是逼着自己不在他面前流泪。是谁曾经告诉过他，没有他的允许他不能哭？可是现在惹他哭的，偏偏就是他。在他鼓起勇气想要迈过他们之间的那个坎，可在他抬起脚步想要上前的那一瞬间，他抬手狠狠地将他推远。他想着往前的时候，完全忘了自己身后是一个陡峭的悬崖。当被他伸手将他推离，他的身子就直直地往下坠，心也是。林一深吸了口气，转身往书房门口走去。每走一步，他的脚就痛上1分。林一听到一声怒吼，林一的腰间一紧，低头见顾其东的手紧紧地抱紧着他。他易怒，去推他的手，顾其东却是使足了劲，将他一推抵在门板上，将他翻过身面向着他，焦灼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粗喘的呼吸打在他细嫩的面容上，四目相对沉默着。你到底想要怎么样？顾其东，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林一嘶吼着，嗓子有些沙哑，却死扛着不流一滴眼泪。顾其东抬手抚上他紧咬着的唇，松开。他无动于衷，仍是咬着唇，愤恨地瞪着面前这个喜怒无常的变态男人。我说了让你松开，偏偏林一越咬越紧，似乎唇已经不是他的，隐隐可以看到一丝血红。顾其东看着他这么倔的样子，气得一把捏住他的下颚，逼着他松开了牙，却捏得他生疼。啊！顾其东，你去死！林一疼得抬脚去踢顾其东，可顾其东哪能让他轻易伤着，脚一抬将他的双腿禁锢在腿间。两人的气氛顿时暧昧了。还敢乱动吗？顾其东逼近他，和他额头抵着额头，直视着他的眼睛。我疼，顾其东，我疼，心很疼很疼。林一眼眶都红了，顾其东看着眼底下娇柔的女人，有些动容，面容柔和多了，手中的力道也放松了。林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抬手猛力的一推，转身拉开门就跑。顾其东错愕地坐在地上，失笑，他怎么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他了，相信他真的疼了。当年若不是他在他妈那里放了话说这辈子都不会嫁给他，他怎会送他出国，把他推离自己的身边？假若他有一丁点的坚持，他哪怕跟家里闹翻也会留他在身边，家人总有一天会原谅自己。可他心里再怎么难受，也不向他喊一声疼。他还能怎么办？用一纸婚书将他强留在身边，哪怕他再怎么不愿意，也不肯再放他走。
林一跑回卧室，坐在床上，揉着肿着的脚，嘴里骂着顾其东混蛋，心里特委屈。听到推门声，林一警惕地站直了身子，看着追上来的顾其东。他怎么就没想到把门锁了？现在真不想看到他，他能不能哪边凉快哪边待着去？顾其东哪里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一步一步地逼近他，而林一则屏住了呼吸，不敢乱动。他可不再是校园时期温文尔雅的白马王子，过了5年，他已经进化成了暴虐狂。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所以你现在给我立正，向后转，向前走。顾其东根本就不理会林一在说什么，在床尾坐下，抬起林一扭伤的脚。哎，你干嘛？你说呢？顾其东抓着他的脚，粗糙的手指似无意地划过他的脚背，痒痒的，似有一股电流划过他的身体。你放手！我不放，你想怎样？顾其东挑眉。顾其东，是你不让我碰你的东西。我的脚现在碰到你了，你是不是自觉点？给我放手！林一动了动脚，